常幸运的澎湖县湖西乡沙岗村的居民，在最近短短的2个月当中，第3次又从海上游来的一群海豚当中捕获了许多，这次共计捉到了44条。当这群海豚在海面上戏水，一波又一波的在沙岗外海出现的时候，村里的居民都欣喜雀跃，争先相告，大家都纷纷地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赶到海边去捉海豚。凡是下海逮捕的村民，或者是来到渔港参观的老人家，都可以分到一份，这样使大家皆大欢喜。澎湖的渔民呢，当时就把它们当作渔获物，所以很多船就去围捕啊、抓进来。那当然，年轻的、活泼的就卖到水族馆啊，做表演啊。那剩下来你就可想而知，就把它当作一般的渔获来卖。我们说一般民众在海边的吃金豚肉，它是原来就在吃的，他们叫做海猪肉。历史上他们就一直有这样的活动。那后来上了新闻，那时候全世界对金豚保育已经在谈这个事情，所以造成了国际上对台湾的这个指责哈。那当时我们台湾的确是对于台湾有金豚吗？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旁边都是海，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资料？我当学生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老师教过这个课，所以我就想说下定决心准备跳海。后来呢，我就听到有搁浅的事件，所以呢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搁浅的时候就是上天送来的礼物不是要去吃它，而是把它永久留下来。对，我们去接触的时候就发现了，从文献资料啦，从搁浅的记录都是一片空白的。然后至于它的生理啦，这一些健康状况，都是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一步一步的收集资料。台湾一开始的搁浅的处理，其实就和大部分的国家一开始一样，就是蛮多很热心的人，但是在技术跟知识上面都比较不足。所以那个时候周老师就办了很多场的那种训练会、研讨会啊，请国外的人来台湾，而且建立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人脉。所以借由这些人脉，我们在不断的这些搁浅的处理的 case 这样子来学习。所以随着我们一次一次搁浅在解剖的时候，就发现台湾的种类还不少那新闻也慢慢展开。那第2年呢，没想到就有12只的造齿海豚在新竹的海边搁浅，是活体搁浅。你莫甲上吊啊，是拢所以你有学记的歌人啊，学记的歌啊。快你大婆，快你小的，快你说你哦，起来。后来我是事后看报纸，那时候看报纸就看到了，这个中华搜救总队在新竹有个电台，等于他们的分队。那么他们的人在那边处理这个事情，跟总队长讲明我的来意呢，没想到他想了一下，立刻一口答应，因为他说这对我们国家是很正面的形象，是非常好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中华搜救总队当时全国有99个分队，全国都有。我真是吃了一个强心针，因为呢，我去访问过程就发现了不得了，如果有集体搁浅12只，每一条都活的，我一条也搬不动。我找我的助理学生2、3个也搬不动，那一只都200-300公斤啊。比如说有一些金豚，它会搁浅在很偏远的地区，那要很辛苦才能够把它搬运。我们有时候知道它可能是怀孕的海豚可是我们要急着知道的结果就，赶快送检验了。那送检验的时候，检验的单位以为是人的
所以呢就登记我的名字，所以那个检验报告上面说我怀孕了。一个就是习惯了就好，因为我的嗅觉就会麻痹嘛，就久了之后就习惯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动物的好奇远远大于那个臭味的干扰，那就是做下去。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对这个动物是有兴趣的，那根本就不管什么血啊、臭味啊这些都不管。是旁边的人可能比较倒霉，因为我每次解剖，我们只要开始解剖，我只要一出我们的解剖房外面遇到我们的同事，每一个人都是皱着眉头说：“哦，又在解剖了。”有礼貌一点的就说：“你们辛苦了。”花纹海豚阿通伯可以顺利被送到外海野放了。9月2号中午，大约有500多位民众齐聚在通霄港边送行。而在海面上，也有热情渔民所组成的护豚船队，将全程守候着阿通伯。盛大的场面将这个僻静小镇挤得水泄不通。都知道阿通伯怕吵，大家摇动手中的花，献上无声的祝福，期待他顺利回家，有更美好的明天。而他的即将离去，也让照顾他50多天的志工们红了眼眶。现场来了多达11台的 SNG 现场转播车，还有许多外国的电视台派采访小组前来。那是一个过程，那个不是一个突然跑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一定是就是前面有非常多失败跟学习的经验。那可是在这20年之后呢，我觉得在台湾虽然在硬体上面好像没有太大的很惊人的这种进步，在海豚的救援的硬体上面，但是我相信在软体上面是进步非常多，尤其是在人员的素质跟数量这2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如果你要说我们可以再叫一批有做过海豚救援的比如说是兽医师好了，我们可以叫出很多人出来。但是在20年前，台湾可能1只手数得出来而已。但是在20年之后，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可以来做救援的人，这样。体型太重了，拖吊车刚开始吨数不够，后来又换了大概有120吨的才能够把它吊起来。这个中间呢，当然就花了10几个钟头才吊上车。那为了担心它在路上会影响交通，所以我们是利用半夜把它运到台南来。可是等到运到台南来的时候，天气又变温暖了所以那个里面的腐败的气体压力增加了，它就爆开了。然后很多报纸，苹果是先报嘛它连报3天后来说是有50公吨那么重。所以是台湾碰到的最大只的一次。那我们解剖完呢，才知道说原来它的这一只呢背鳍这个地方呢不是就是背部的脊椎骨呢有断裂那大概有4块是断裂的，那其中有2块呢是裂得更深那应该是在它生前就是有受到很大的撞击然后才会搁浅。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很多鲸豚，它其实上岸的时候是很消瘦的，它常常就是可能可以看到肋骨，甚至它有脖子，这对海豚来说就是非常不正常的。甚至我们会在10%的搁浅鲸豚的肚子里面发现有人造的塑胶物。那过去20年前我们在做搁浅处理的时候，其实很少发生这种人造物品在肚子里的情形，但是现在比例是一直在提高的。好，那现在包含各种船只撞击、各种骨折的状况，其实各种骨骼感染之后变形的状况也越来越常见。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现在也在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有看了一下这2年来搁浅的频度啊，吓了我一跳。每3天有一只海豚搁浅，每3天呢，这2年来啊，就是今年的情形还不知道嘛。2016、17 2年是每3天就有一只搁浅，这个频度太高了。以前呢，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哦，我们有时候经常1个月、2个月没有一个 case， 可是现在为什么3天就有一只啊？他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从来不会问老师你要付我多少钱。医生令下说要做这个，大家就一起冲着往前走，不管是解剖弄得又脏又臭，全身这样，或者是活体搁浅在那边守着，晚上不睡觉，轮班去守护了一只受难的活体搁浅。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早期的这么多的学生、助理、前仆后继。爸爸那个时候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跟我说，我长大之后他才跟我说，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你那出去就是当胖皮啊，等来的 Q 掉。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为了鲸豚，我是把我爸妈都抛掉了，我6日都没有回家，因为连6日鲸豚搁浅我就冲啊，其实我真的那时候没有想过我爸妈的心情因为他是受伤需要被照顾的，在他身上我感觉到我被需要，所以我就聊了你。我觉得那个被需要是很多人的一个 key word 吧，因为他们都是被需要，然后他愿意付出，我觉得那个结合起来就是让他走下去的力量。很多时候今天搁浅救援了，大家觉得很新鲜，就都来了。但来了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只搁浅的鲸豚是一个野生动物，它受了很重的伤，它生了很重的病，它才会搁浅。那你去照顾它，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看到它活着，去看到大海。事实上，很多时候它就是死在你眼前，然后那种感觉，那种冲击是很大的。也就是10几分钟前，它在手里还是活跳跳、有呼吸的，然后突然间，它就在面前呈现，就是突然间你就经历过一个死亡的过程，然后甚至需要人家，甚至你感受完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死亡。后来才想起前辈跟我讲的，他就说这个才是鲸豚搁浅救援的常态了。就是当他死亡的第一件事情，你就会想要知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死亡，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10分钟之后就赶快安排做解剖。那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让其他的人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动物才刚死亡，你为什么就要把它打开？但是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知道它为什么死，应该是让它的死亡会更有价值。他既然不小心就已经死亡，我就会希望他的死亡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为什么他死亡，然后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存在，然后未来能够避免更多的死亡。就是对，我会跟搁浅的海豚讲话，这是真的。对，甚至我还会问他，你要不要告诉我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真的查不出来你怎么了。对，然后我用眼睛看着他的眼睛。那老实说，当然这很不科学，但是有的眼睛甚至告诉你说，你就让我走吧。那有的眼睛会告诉你说，对，就是我还想要活下去。
对搁浅鲸豚的救援这件事情的价值，它其实有很多背后的寓意，包括我们在整个社会上面，经常来说社会软实力的展现，也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我们愿意回顾我们对于跟地球的关系，跟我们周遭的动物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在这20年来比较感动的，我竟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仔细的观察一种只能在书上看到的动物。那不只是一般的海豚而已，还有很多的种类的鲸豚，在台湾的鲸豚是连其他国家的人可能也都没有看过的种类。那我们竟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它。另外一个感动的是人。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志工参与在这个里面，那每一个志工来的目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人最后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像一个交响乐团这样子，可以演出一出这样子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在搁浅处理里面，我认为最感动的事情。